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2年3月的一天，霍鹏去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。婚宴快结束的时候，旁边一桌上传来斥责声：自己啥身份不知道？喝这么多酒还怎么开车？霍鹏扭头望去，发现一个中年男人正大声训斥趴在桌子上的一个小青年。通过朋友介绍，霍鹏得知中年男人叫牛志祥，是附近林场的厂长，那个小青年是他的司机。牛志祥急着赶回37公里外的单位开会，可小司机喝醉了。霍鹏是个热心人，看到牛志祥着急的样子，就说：牛厂长，我也是司机，我帮你把车开回去吧。霍鹏原来在一家国有企业当运输队的司机，前阵子刚刚下岗。牛志祥转怒为喜，说：哎呀，那好，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霍鹏把牛志祥送回了林场，自己准备坐班车返回市区。临走的时候，牛志祥掏出200块钱塞到他手里。霍鹏谢绝着说：说帮忙就是帮忙，你千万别客气。牛志祥愣了，他没想到霍鹏这么热心。感动之余，他握住霍鹏的手说：那我就不勉强了，兄弟，你车开得好，人又仗义，以后有事儿尽管开口。霍鹏回去以后，很快就把这个事儿抛在了一边，又投入到忙碌的找工作中，可总也不成功。大约过了10来天，朋友忽然来找霍鹏，说牛志祥要见他。霍鹏有些奇怪，跟着朋友来到早就约好的酒店。只见牛志祥已经点好了菜，在包房里等他们了。几杯酒下肚，牛志祥说出了他的目的。原来他听说霍鹏下岗后一直没找到工作，就想请他到林场上班。那天喝醉酒的司机已经被他开除了。这真是天上掉下来大馅饼。霍鹏愣赶紧地说：谢谢牛厂长。一段时间以后，霍鹏渐渐喜欢上了这份工作。林场山清水秀，连空气里都有一股青草味儿。而且牛志祥给他安排了宿舍，不用他每天来回赶几十公里路。更令霍鹏舒心的是，牛志祥同他特别投缘。牛志祥比他大3岁，家就在林场。晚上没事，他还会让妻子炒2个菜找霍鹏一起喝酒，两人称兄道弟。后来吕俊霞被单位安排内退，此时一双儿女全都住校，霍鹏干脆把妻子也接到了林场，在这里安了家。牛志祥把他们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妥妥当当，由此霍鹏心里对牛志祥充满了感激。时间一晃，到了2004年5月，一天牛志祥患了感冒，咳嗽得很厉害。霍鹏开车送他到乡卫生院打吊瓶。值班护士是个40岁出头的女人，皮肤和身材保养的都很好，显得风姿绰约。见到牛志祥，女护士热情地和他打招呼，看得出来他们早就认识。打完吊瓶回林场的路上，牛志祥和霍鹏说起了女护士的事儿。这个女护士叫郭丽，年轻时是个大美人，阴差阳错地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方大华。方大华整天无所事事，为此两口子经常吵架。这真正叫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牛志祥眯起双眼发着感叹。牛志祥连着去卫生院打了几天针，每次郭丽都笑脸相迎。
牛志祥渐渐对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有了别的想法，还偷偷送给她一套高档化妆品。几天后，牛志祥痊愈。这天中午，他精神抖擞地对霍鹏说：“你去卫生院接一下郭丽，咱们去市里吃顿饭，算是答谢人家。”霍鹏按照牛志祥的吩咐接来了郭丽，三人一起到市区的酒店去吃饭。在酒店的包间里，牛志祥和郭丽喝着红酒，谈天说地。霍鹏要开车，所以不喝酒，匆匆吃完饭就到大厅去坐着等了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霍鹏的手机响了，是牛志祥妻子打来的，问牛志祥去哪里了，手机为什么关了。霍鹏不敢说实话，便撒谎说：“大哥在市里开会，手机必须关掉，有什么事儿他出来我转告他。”牛志祥的妻子说他钥匙锁屋里了，让牛志祥回来去邻居家找他。通完电话，霍鹏想跟牛志祥说一声，谁知他推开包房的门，看见牛志祥和郭丽搂在一起亲嘴，霍鹏吓了一跳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牛志祥喊住了他：“兄弟，你进来吧，没关系的。”霍鹏只得站住。牛志祥直白地说：“哥早就喜欢郭护士，你不是外人，知道了也无妨。”霍鹏急忙说：“大哥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嫂子来电话，我说你在市里开会呢，回家后咱俩可得说一致了。”看到霍鹏这么机灵的主动替自己遮掩，牛志祥拍着霍鹏的肩膀说：“兄弟，够意思。”霍鹏是个传统的男人，他对牛志祥和郭丽的婚外情并不赞同。然而对方是他的上司，又是恩人，出于仗义，他对这两个人的关系守口如瓶，并竭力帮牛志祥掩盖着。此后牛志祥想和郭丽幽会，就让霍鹏过去接他，把他送到安排好的地方，完事后再约定时间让霍鹏去接他。牛志祥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。他们两人都有婚姻，都不想因为婚外的这点事情就放弃家庭。再者，他是林场领导，如果他和郭丽之间的私情让外人知道了，自己就会身败名裂。而且方大华是个远近闻名的粗莽人，他不想被对方抓住把柄。牛志祥对这段情是又怕又想，思来想去，他就想到拿霍鹏当屏障。牛志祥决定自己平时只和郭丽电话联系，要和他见面就让霍鹏出面去接，以掩人耳目。这样做果然好。牛志祥和郭丽的地下情发展2-3年了，一直没有被外人察觉。2007年秋天，牛志祥任命霍鹏为林场营林队队长，工资翻了1倍。不但霍鹏对牛志祥感激，就连吕俊霞也常念叨说，没有牛志祥就没有他们现在这种吃穿不愁的好日子。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事情总会有露馅的那一天。那天霍鹏又按牛志祥的吩咐到卫生院去接郭丽。巧的是，这天吕俊霞嗓子疼，到卫生院去开药。老远她就看见丈夫开的车停在树下，她正想上前打个招呼，忽然看到郭丽匆匆忙忙赶过来，拉开车门钻了进去。吕俊霞伸着脖子看，没见到牛志祥，只有丈夫和郭丽。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，吕俊霞满腹狐疑，立刻打通了丈夫的手机，质问他在干什么。霍鹏回答说：“我在上班，送领导去开会。”吕俊霞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根本没送牛志祥，你送个鬼！”霍鹏说了句：“神经病！”
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晚上，霍鹏回到家，吕俊霞哭着要他交代和郭丽的关系。霍鹏起先不肯说实话，谎称自己路过卫生院，郭丽要去林场，正好顺路搭车。吕俊霞不依不饶地说：“你是顺路吗？我明明看见你在那里等他。你要是觉得他好，咱俩就离婚。”说罢，吕俊霞淌着泪开始收拾东西。霍鹏知道再搪塞下去，家里会硝烟四起，这才无奈地将牛志祥和郭丽的婚外情和盘托出。吕俊霞吃了一惊，她是个传统妇女，听说牛志祥和郭丽每次约会都是丈夫开车接送，生气地说：“你傻呀，这种浑水你跟着淌，要是让牛志祥老婆知道，你还怎么有脸和他来往？你别再去接郭丽了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吧。”霍鹏开诚布公地说：“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，可是你别忘了，是谁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帮我安排的工作，又是谁让我当上队长，家里过上好日子。牛志祥是我们的恩人啊，牛志祥能让我当队长，给他开车，也能让我下岗，啥也不是。所以无论是报恩还是巴结讨好，我都不能不替牛志祥遮掩这件事。”丈夫的一番话让吕俊霞醍醐灌顶。拿丈夫刚下岗的时候家里窘迫的日子，跟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相比，付出一点小小代价也是应该的。这么想着，吕俊霞隐忍下来，而且为了帮丈夫保住工作和现有的一切，她还积极配合霍鹏。霍鹏对她说：“要想保证牛志祥和郭丽的婚外情不暴露，有一个人必须稳住，那就是郭丽的老公方大华。他要给方大华造成他和郭丽是正常朋友的印象，这样以后接郭丽去和牛志祥幽会，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。但要和方大华接触，他必须带着家眷做掩护。”吕俊霞虽说不情愿，可想到丈夫这么做终究是为了这个家，也只好低头。过了几天，吕俊霞恰巧有了一点小病，霍鹏带着到卫生院找郭丽看病，这样吕俊霞和郭丽也认识了。随后霍鹏又带着吕俊霞以答谢郭护士为名，拎着礼物到郭丽家里拜访，从而认识了方大华。但是方大华这个人耿直，他看到霍鹏总是开着车带妻子出去，心里一直是存有戒心的。一天中午，牛志祥和几个朋友喝了酒，回到单位没什么事干，便拨通了郭丽的手机。牛志祥哪里知道，郭丽下午上班时把手机忘在家里了。电话接通后，他以为是郭丽呢，张嘴就说了一句：“是我，忙什么呢？”谁知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你是谁？找我老婆做什么？”牛志祥这才意识到是方大华接的电话。牛志祥不敢再说话了，停顿了3-4秒钟后，他把电话挂断并且关了机。牛志祥有些后怕，如果方大华顺着电话查下来，自己和郭丽的事情有可能会曝光，必须想一个解决的办法。这时牛志祥想到了霍鹏。接到牛志祥的电话，霍鹏马上就从家里赶回单位。看见牛志祥铁青着脸在办公室里踱步，他马上把胸脯一拍，义气地说：“大哥，你说吧，有多大的事儿，兄弟都给你扛上。”当牛志祥把刚才的事儿讲完后，霍鹏略一思忖，想了个好主意，说：“大哥，把你手机给我吧，方大华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是我给郭丽打的电话，由我来解释，这样方大华就不会怀疑你了。”牛志祥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，拍拍霍鹏的肩头说：“
那麻烦你了，兄弟。霍鹏从林场出来，马上开车来到卫生院，把事情的经过和郭丽说了一下，然后再交代他，如果你老公问起来，就说是我给你打的电话，找你打针，别把牛厂长扯进去。随后霍鹏又回到家，把事情跟吕俊祥说了，叮嘱他，这件事我们得替牛志祥遮掩一下，对谁都说电话是我打的，牛志祥的电话就在我这儿，我就用他的电话号码。吕俊祥担心地说，你这不是把脏水往自己身上倒吗？你就不怕方大华找你的麻烦吗？霍鹏毫不在意地说，我怕什么呀，我跟郭丽什么也没有，问心无愧。再说方大华接到牛志祥的电话后，心里顿时产生了怀疑，如果是正常的朋友间有事儿，为什么会忽然不说话了呢？他把这个来电号码抄了下来，然后拿到卫生院找妻子，将电话交给他说，中午有人给你打电话，我接起来，对方又不说话，你看是谁打的？郭丽假意的看看来电说，啊，是霍鹏打的，可能找我打针吧。方大华看了妻子一眼，没再说什么就走了。从医院出来，方大华直接去了霍鹏家。霍鹏不在，方大华便佯装找他有事儿，向吕俊祥要霍鹏的电话号码。吕俊祥就把牛志祥的电话写在纸上交给他。方大华出门后，把自己记的电话号码拿出来，和吕俊祥交给他的霍鹏的电话号码进行对照，果然一致。他确信那个电话就是霍鹏打给妻子的，同时他更加怀疑霍鹏和妻子有染。但在没有抓住两人在一起的证据之前，他也无法找霍鹏讨说法。方大华越想越气，把手里的2张纸撕得粉碎。几天后，霍鹏觉得有些头晕，就到郭丽母亲开的杂货店找郭丽给自己量血压。两人闲聊了一会儿，这时方大华进来，看到霍鹏和郭丽在一起有说有笑，心里顿时压了一股火，但碍于店里有其他人在，所以没发作。过了一会儿，霍鹏说要走，郭丽喊方大华出门送走。看着霍鹏大摇大摆在自己旁边走着，想着年前那个电话以及刚才他与郭丽说笑的暧昧场景，方大华心底的火苗腾腾的往上窜，他再也压抑不住了，停住脚步，上前扯着霍鹏的衣服，愤愤地说，人活着谁也别拿谁不识数，有些事儿差不多就行了，别总打别人老婆的主意。霍鹏不搭话，用力一甩手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开了。在方大华看来，霍鹏的这个动作带着一种默认的挑衅，于是他好像中了心魔一样，反身冲回杂货店，在门外的啤酒箱上拿过一把斧子，回头又在大桥北头追上霍鹏，瞪着眼睛问他，你今天得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再走。东北的天黑得很早，此时桥头空无一人。霍鹏应该听出方大华语气不善，却鬼使神差般的说了一句，你想咋样？方大华被激怒，抡起斧子就朝着头上乱砍，霍鹏惨叫着倒在了血泊中。看见霍鹏倒下，方大华吓坏了，拎着斧子就往家里跑，跑到家门口才反应过来，把斧子扔在了雪堆里。进屋后，他又把外衣、裤子、皮鞋扔进了屋子里。晚上8点多，一个行人路过大桥时，发现桥头不远处仰卧着一具男尸，立即报警。警方随即展开案件侦破，将犯罪嫌疑人方大华在家中捕获。经审讯，方大华对杀害霍鹏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但他同时声称霍鹏和他妻子有染，是他有错在先。可是公安机关经过调查，查明霍鹏与郭丽并无两性关系。
牛志祥才是郭丽的真正婚外情人。迫于良心的压力，牛志祥承认了他和郭丽的两性关系，并为霍鹏的死表示深深的忏悔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